就你敢相信吗？现在在上海租一台小米苏7是3000块，所以今天这期视频的成本就是3000块。花了3000块，我就来帮你把这个车子从里到外全部都摸一遍。那我其实原本念念的定的是小米的 Max 版本，299900那个。其实什么800伏带激光雷达、自动驾驶、升降尾翼，我其实无所谓的。最看重的配置，其实这个空气悬挂，降低车身高度之后 ，SUV 的姿态就是好看。毕竟我以前是一个宝马5系改 KW V3 避震的，并且调到是前2指后1指的车主。我们来看一下小米苏7悬挂调到最低的姿态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前差不多是2指，后面现在也2指，但在骑士设置里面，它还有一个最低档叫做更低，需要车速在100公里每小时以下才能够达到。所以在高速下面，小米苏7的姿态就是前2指后1指 KW V3 最硬最低的那个姿态。然后我发现，在正常的高度下，苏7的轮毂是可以做到翼子板齐平的，最低点呢有点内凹，说明它的后轮的倾角会比较大，是趴着的。可能在高速和过弯的时候更加的稳定。那不知道小米汽车团队对于空气悬挂调教功力怎么样？不过标准版的弹簧悬挂我是非常觉得出彩的。我看完之后情不自禁的脑子里出现一个词，叫做手擀面的那个嚼劲好吃。所以空气悬挂我觉得也不会差。到底怎么样？我们等一下开起来再说。然后看几个细节，我看很多博主拍了，但是没有讲清楚，就是这几个名牌的设计，这不就是保时捷的设计吗？保时捷这种字体，包括这种车的轮廓线的设计，非常具有保时捷的辨识度。我打个比方，我在村里面看到一个杂货铺，它的门头用了蓝色的门头，然后我一定会奔下去的，因为我觉得暗示我这就是一家罗森。然后就是这几个视觉的让你产生的联想，所给你带来那种品牌的联想的价值。我觉得如果你要参考保时捷的话，这几个名牌就是大几千的价值。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299900这个价格是超值的深层原因。我只能说雷军雷老板真是太厉害了，会去创造用户情绪价值。那外观上的其他我就不想多说了，我觉得大家已经被洗脑了，也已经被洗得彻底好看，对吧？就一个字。我再次分享我的观点，我觉得任何的工业产品造型好看又高级感，真的是绝对大众消费者去购买或者不买的决定因素。那就是在我拍视频的这短短的大概20分钟里面吧，大概走回去有10几波人，每一波人都回头，起码我亲耳听到了，他们已经说出来说：“哎呦，小米苏7还挺好看的，哎呦，没嗲嘛。”然后坐到车内，我仔细又摸了一下。我试驾那天其实也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就是相比于它外观设计的用心，内饰吧，特别我坐在后排，我觉得还行吧，但是只能说是20万到30万级别非常常规的操作。大家以后看一台车的档次感，就你看一下这个车的门板的下饰板，你看。非常普通的塑料，然后表面其实就喷了一层所谓的叫皮纹连稍微好一点的这种叫软塑的喷涂它没有做。我岔开话继续讲另外一台车极星4，现在其实也是25万价格的区间了。极星4的内饰材质触感，我先不讲环保科技不环保，摸上去你就知道这是2个档次的产品。然后这些按键也是常规操作，开门键特斯拉的，车窗就普通传统车的那种车窗升降的设计，没有为了创新而去做创新。但这些设计语言对我而言我是喜欢的，就是成熟，这不就是老百姓普通用户所需要的吗？那些为了取消物理键而取消的物理键，真的好吗？
不要学特斯拉在屏幕上什么取消换挡杆，也不要学自己早期那些产品。我家人上我的车，我连开个门都不会。产品的成熟与否，对我们普通用户而言，是不是一款好车，这是第二重要的依据。第一，还是我刚才讲的高级感、档次感。然后多说几句这个方向盘和油门或电门吧，电门和刹车踏板的感觉。这个方向盘是小一圈的，而且非常的成熟，就是重。然后电门踏板和刹车踏板也是很重。小米 SU7 做这样的设计是需要极其的勇气和胆识的，这可能是这么多电动车品牌做了10年这么多产品，没有造出像SU7这样一款爆款产品的底层原因。其他品牌通常会做用户调研，去问一下你喜欢方向盘重一点还是轻一点？你喜欢油门踏板重一点还是轻一点？消费者拍脑袋会回答你说我喜欢稍微大一点的方向盘，我喜欢轻柔的容易操作的油门踏板。所以乔布斯说不要问，消费者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东西，把产品做出来直接给消费者用就可以了。起码我短短的体验了小米SU7 2-3次吧，最让我上头的或是这段时间在我心目中是绝对的 Dream Car 地位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个驾驶感受。然后讲下坐姿，我个人是喜欢汽油车，特别是宝马的那种坐姿，比较低，身体的自然弯曲和座椅融为一体的那种感觉。电动车呢通常会比较的高，电动 SUV 其实没问题，但是轿车就有点怪异。不仅仅是高，还有头部的空间问题，比如说蔚来 ET5 头部空间其实相当还可以，就是屁股的位置有点高，坐着开车的人机工程其实不好。那特斯拉 Model 3和极星4其实是相当好的，小米SU7其实也是相当的可以。然后后排的座子其实也是一个道理。然后我们来后排来看一下，上次我去店里面试驾的时候呢，说SU7的后排 H 点有点低坐着相比汽油车会不舒服。那前面不是说坐姿高不舒服吗？那后面怎么说 H 点低不舒服？我举个例子，和宝马5系相比因为我发现发布会上雷布斯也提到了宝马5系。当然，这其实不是SU7的问题，是所有电动车的问题，包括电动的 SUV， 甚至于我现在一直在开的蔚来的 ES6这么大的一个 SUV， 其实也会有这个问题。因为电动车下面有一块很厚很厚的电池，所以整个地台它不可能低，即便是像是 CTC 就是 Cell to Chassis， 电池和整个地板融为一体的那种设计，后排座椅，特别是这个我们叫 cushion。你的坐垫不可能随着地板的抬高无限制的抬高，你会顶到车头的，所以你的坐垫其实是往下走，脚底板又被抬的会有点高，这就是你的 H 点相对来讲比较低的原因。那 H 点低有什么问题？就是你看嘛，所有电动车坐在后排，其实你的大腿的这个承托这里是有一个空隙的，就是你其实说白了就是坐的不舒服。但即便这样，我觉得SU7做的也是比其他车型要好。比如说，我举个简单例子，你去叫一台滴滴的车型，你看一下，你坐在后排舒不舒服，是不是很难受？或者你去坐一下 Model 3、Model Y 的，你敢不敢让你的丈母娘、你的老妈、你的女儿坐在后排？然后你开个长途，你去试一下。而且特斯拉不仅是没有承托感，更重要的是，它后排的这个 cushion 或者这个坐垫非常的短，就短了一截。小米SU7在这一块其实是不短的。那SU7其实后排空间还可以的，如果你把座椅稍微的调整一下，腿部空间完全舒展开的话，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除了大腿这里承托的问题，那空间和头部的这个空间问题其实是非常好的。那作为一台以用户体验为核心价值诉求的汽车产品，好看、好开、好坐就是核心。800伏、400伏、碳化硅电机，这些可能只是对键盘侠有意义。那我们去把SU7开起来。那讲回到空气悬挂，刚才静态的时候，我只是说了对姿态的影响，对于驾驶品质或者对于驾驶感受，包括现在很多品牌在吹的叫双腔空悬，甚至马上就会有3腔空悬。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调教的功底。那又体验了一次小米SU7，最后小结一下吧。首先，小米SU7是一台20万到30万价位的中等价位电动车，不要指望每一个细节
都做到100万以上保时捷的水平。保时捷帕拉梅拉中控台那个像屏幕一样的电容屏按钮，像苹果一样细腻的触控反馈的手感，小米速7真的用不起。第二，雷军雷老板造车理念非常的清奇，但是又是如此的清晰。既然保时捷好，特斯拉好，那就沿着他们的思路去做好产品，然后用更低的成本把它做的一样好，甚至于比它还要好，这就是务实的跟随策略。对小米也好，对于用户也好，我觉得双赢。我觉得千万不要把这种思路或者策略叫做山寨，有一个更好的词，其实叫做平替。你现在是不是也在享受着各种平替产品？最后我想说的是，原本打算买比亚迪的，我觉得继续会买比亚迪；打算买吉利的，还会继续买吉利。这两个也是中国汽车品牌里面非常好的产品。但是如果你原本准备花20万、30万去买一个合资的燃油车的，甚至是入门级 BBA 的用户，但是内心呢，是不是还有一些不甘心？可以去试驾一下小米速7，然后再做决定。同意的，给超电熊猫这个频道点个赞，并留下你的看法。我们下期视频见，谢谢。